老爷，有消息了，安小海我已经派人去抓了。好，速速带来见我。另外，袁捕头抓了3个东昌府的捕快，其中之一叫项武。哎呀，不是告诉他要小心行事吗？怎么能私自抓人呢？据属下调查，袁捕头与秦捕头有旧仇，抓项武也是为了逼问秦捕头来此地的目的。大人，我要不要把袁捕头叫来？不必，不用管他。这样，咱们正好利用袁捕头这个私仇，探一探刘墉。这也不失为一招投石问路啊！哈哈哈。但是关键时候，你要提醒他，绝不可胡来。大人英明。妹妹可真好看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在，我们家老爷这一路上，那可真是太危险了。哦，我是大人的手下，保护大人是应该的。来，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真好看，妹妹戴着就是比我好看。使得，这镯子代表着我们全家的心意。代表着我爹，还有皇上，还有作为老爷夫人的我，对你的感谢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不应该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如果你只是老爷的下属，这镯子有什么不能收的呢？中午一起吃饭，想吃什么呀？谢谢夫人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这饭我就先不吃了。对了，老爷如果康复了，我再来探望他。好好保重。袁捕头，你要找的那个东昌府捕头秦朗，现在他正在到处找您呢。您这个位置好，弄好了再来啊！回见您啊！开香包啦！三弟，二哥，嗨，真是你，我想死你了！快坐，二哥，快！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想二哥不？想，日思夜想啊，二哥。这样吧，晚上三弟做东，咱哥俩好好喝一杯，成不？
就该聚聚了，多长时间没见了？是啊，不过二哥有件事情要求你。你有事儿直说啊，二哥。五子记得不？五子？哦，就是那个从小给你惹麻烦惹了不少那五子。就是那个臭小子，他跟我一块儿来的。嗯，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没听说过呀。我怎么听说他在你那儿啊？哼，他在我那儿干嘛呀？他被你抓了。那不可能，我抓他干嘛呀，二哥？好，那这么着，二哥，我查清楚，如果人在我这儿，今晚我完好无损的给你带过来，成吗，二哥？有楼了。呵呵，客气了，二哥。那晚上咱不见不散。大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逃？别嚷嚷，这有伤呢，你逃哪儿去啊？事儿上都好了，夫人不是来了吗？肯定得把我领回京城。临清州咱们就去不成了，不跑不行了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孟大姑娘，一路多有风险，你就不去了吧？大人，你是怕风险呐，还是怕夫人多想？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。大人，您都说了，心底无私，怕什么？可是倒是是，可是那要不然我就跟夫人说一声了。走。兄弟们，现如今我的仇人来了，就在咱们临清州。你们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上！好，你就说咱们兄弟怎么办吧，我们听你的。好兄弟，我要把这个人碎尸万段。这个袁长春，他纠集这么多人，究竟想干什么啊？看来他是要对这个秦朗下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给我添乱，啊！动了刘墉的人，你怎么让我跟他交代？这个袁长春，就像一条疯狗，顺毛了还可以，谁要是动了他的食盆，谁都有可能被咬上一口。哼！看来这个袁长春啊，以后不能委以重任。你去给我调查清楚，我倒想知道知道他想怎么报复。快去！是。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五子还救不救了？你就继续给我盯着这个四海良行，其他的不用管。还盯着？五子可受着罪呢，哥。诸位乡邻，今天是我们兵马楼开业大吉，我特别开心看见大家过来给我们捧场。我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，来！好！痛快！嫂子，差不多行了。你放心吧，再喝一杯。哎，等等，在喝下此酒之前，要不要老板娘再献词一首啊？好，这样啊，我为大家献词一首，鼓掌。好，来吧，我也不会。向我扶大嫂上楼休息。好嘞。那诸位吃好喝好哈。我给大家换一个助兴的方式吧。好。三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月柔，我想你了。
咱们一块儿走吧，一块儿离开东昌府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知道你嫁给谭川就是报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咱们一块儿走吧。你想咱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你今天喝多了，在这醒醒酒吧。别走，我没喝多。你松开我没喝多，我还有话想跟你说。玉荣，玉荣，起来！你们来人呐！长川，你干什么呢你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要是谭川我就忍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装什么装？秦朗，把刀放下！给我滚开！你疯了！我就不相信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这是你自找的！我跟那个姓袁的有仇，他脸上那道疤就是我砍的。哥，我还是觉得你不能去。怕我回不来啊？你肯定回不来。就算武则今天晚上回来了，你肯定得在这待着。那怎么办？我敢跟你保证，今天晚上他绝对不会带项武去。那我就更得去了，正好跟他把之前的账算算。哥，你怎么去了？哎，哥，把他带上。刘大人是个好官，值得跟一辈子。秦大哥，我奉袁捕头之命过来接您。酒楼离这儿很远吗？不是太远，只不过我们捕头怕您太辛苦。哎呀，还是老三懂事，知道疼人啊。不瞒兄弟说，我这2天这路走的腿都酸了。哎，他自己没来啊？他在酒楼候着您呢。哦，您请，我来扶您。嗯。三弟，二哥，等久了吧？哎，好久不见，二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，二哥。我说啊，我自己来就行，干嘛还要派车去接呀？二哥，这都是兄弟的一番心意，那好歹你是来了我的地盘上，不是？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。来，二哥，一路上辛苦了。真的想你啊，二哥。来，我敬你。二哥，先吃点吧，二哥。五子呢？啊，别急呀，二哥。五子呢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但是该走的流程得走完，不是？所以咱们先吃，边吃边喝，等会儿他就到了。哎。吃啊，二哥！这幅场景倒是似曾相识啊。哼，是在哪儿啊？在二哥梦里吗？算是吧。敬你，二哥。我就知道二哥肯定还是想我的。哎，对了，
我听说月容还在等你啊。大嫂啊，那是咱们的大嫂，我秦朗怎么会有非分之想呢？是，这二哥教训的是。朋友妻不可欺。想当初呢，我也是因为喝了点酒犯浑，不然也不至于被2位哥哥赶出东昌府啊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后悔呀。这酒可以多喝，这事可不能乱做。但是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错了事，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可以了。是，有时候啊，这自己酿的苦酒，必须得自己喝。干了这一杯，往事一笔勾销。好，二哥，干了。这时隔这么多年，又能见到二哥，五子还没到啊？咱们再吃一会儿，他可能就到了。二哥，现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我出去迎迎他。来人！三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想杀你啊！你不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吗？过去，过去，二哥，这么大一道疤长在我的脸上，这些年我天天起床都能看到这道疤。很久以前我就发誓，一定要把你和谭川千刀万剐。就凭你呀？不然呢？要是放在以前，三弟我还真的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但是今天你看你，手无寸铁，还又中了我的迷香，恐怕你插翅难逃了吧，二哥。我看谁敢上！哼，这样大喊大叫的有用吗？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兄弟们，每人给我砍他15刀，但是千万不要把他给我砍死了。给我上！都别动！二哥，你不是中了我的迷香吗？这种密捕犯人用的迷香，我比你知道的要早。二哥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他们立马就能把你剁成肉泥。来啊！报！袁捕头，李大人的紧急信件。二哥，我看一眼信没问题吧？当然。拿过来。都给我滚！哎，道上，哎，道上，哎，给你道上。
先别说，有人派我来救你，先别管我是谁，快走。大人，您为什么要放了秦朗？你以为刘墉真的是为了来抓安小海的吗？他一个敢斩索伦图的人，不好好在东昌府享福，跑到咱们这穷乡僻壤，就为了抓一个纵火犯？属下不懂，大人请明示。刘墉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，知道吗？你敢动他的人，那不只是你，连我可能都得受牵连。索伦图之死可是前车之鉴啊！长春，你想报仇我理解，但我得知道刘墉为什么跑到咱临清州来，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在这之前，千万不可鲁莽行事，懂吗？明白了。以劫狱的罪名通缉秦朗，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。明白了。混下去吧。站住！别跑！抓住他！追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追！在哪儿？别跑！在那儿呢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快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在那儿！追！在那儿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哥，嘘！人们，他是个瘸子，跑不了多远，肯定就在附近。兄弟们，散开了搜！是，走，快！哥，我饿了。真没事儿啊？好着呢，一切都好着呢啊！老爷，夫人，夫人。刘大人，这一路辛苦了。说说，你这一趟八趟的跑什么呀？夫人，我不是怕夫人非把我叫回京城吗？刘墉心里发虚，只有跑啊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要来带你回去，而不是来帮你的呢？是。刘墉知道夫人担心，可是夫人，你反着想想，这趟来山东，恐怕我刚一出京城，山东地面上所有人尽人皆知，他们能没有准备吗？如果说我带着大批的衙役军丁，我的目标大，他们准备的时间也多。而我现在呢，单枪匹马，机动灵活，他回旋的余地也小啊。灯下黑，夫人，更何况我刚斩了索伦图，他们不敢把刘墉如何？夫人觉着我说的对吗？对。那你说说，这女的怎么回事？夫人有所不知啊，孟南姑娘跟着我，根本起到的不是一个仵作的作用。夫人想啊，当地人谁肯跟刘墉说一句实话？当官的不说，老百姓不敢说，我哪儿找真实的消息去啊？孟南姑娘，第一，她是当地人；第二，她父亲呢与衙门有关，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知道的比我多得多。我不是能得到真实的线索吗？夫人觉着我说的对吗？对。那我更得跟着你了。你说，你一朝廷命官，出门带一女仵作，这传出去，多不像话呀！可有我在呢。
一切顺理成章。你说对吗？夫人说的对呀。哎，梦楠姑娘，你说像你这样的姑娘，居然是个仵作啊？你不害怕呀？刚开始也觉得特别瘆得慌，特吓人，后来我还有点喜欢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哪天我教教你？哎呀，不用，我就做饭挺好的。站住！别跑！站着！想让我老爷就还回去。让你跑，哪儿跑？喜儿，站住！你别！哎呀！我让你打我！哎，好了啊！你干什么的呀？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他偷了我东西。你偷人东西了？我就偷吃烧饼。吃个烧饼怎么了？他吃东西给你钱，打人什么道理啊？拿着钱，走人。早给钱不就行了吗？谢谢师傅。刘贤儿，老爷，老爷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我这一路遭多少罪吗？我吃不好，睡不好。你看我是不是都瘦了？我看看。哎呦，俺的亲娘哎，这瘦的都没有人样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别闹了。你这个孩子呀，带着你不是累赘吗？啊，我怎么又是累赘了？行了，不说了。夫人看见了吧？喜儿也来了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咱们几个现在是阴阳调和，兵强马壮。就凭咱们6个赶奔临清州，咱们为民除害。老爷，就咱们6个啊？您这心也太大了。少废话，不可坏我士气。进去。大人，你得救救我啊！大人，我不想死啊！大人，出去守着。是。为啥救你啊？安小海，救你可以呀，但你得跟我说实话，啊？这东昌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申德，他偷钱庄里的钱被我发现了，他一怒之下就把钱庄给烧了。安小海，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虽然我跟你爹有点交情。但我这衙门口的刑具你也是知道吧？我可给你伺候着呢。大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来人呐！大人，我说啊，大人。是我偷了钱庄里的钱，怕别人发现就把钱庄给烧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烧死人啊！大人，我不是故意杀人的，您就饶了我这条命吧，求您了，大人。为了贪你爹点银子，你害死了6条人命，啊，罪不可赦。大人，求您看在我爹的份上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你爹那点薄面之上，我直接就把你交给刘墉了。我也就纳了闷了，你说你爹那么个聪明人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逆子啊？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真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大人。跟我说点实话。这火灾着过之后，就没剩下点什么？火太大了，全都烧干干净净的。那之前呢？之前就没拿点什么？我就拿了点银子。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大人。我如果说的有半字虚言，任您处置。再说，
除了银子，我也不在乎别的东西呀。好吧，先在我这儿住下吧。可是我爹那儿，你爹会来看你的。你看我干嘛呀？你现在知道吃馒头了。我第一天来这儿怎么跟你说的？咱们是来查案的，要隐藏好身份。你呢？什么话都说，谁的酒都喝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有这身伤，你活该你。我跟谁来了？我是跟你来的，我活该。我被打成这样不是因为你，我活该。我怎么了我？要不是因为你姐，我真懒得带着你。你别提我姐。那张八脸说了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？他是你大哥是吗？你不听我的，你信他的，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喜欢？我是谁怎么办？也算是工伤吧。你回头跟刘英说一声，要么上朝廷给我报个功，要么给我抬2些银子过来，我得好好养我这伤。我把你姐向月荣接来，好好陪着你，行吗？那倒不用，你给点银子就行。我就这么多，省着点用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查案去。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？我昨天晚上是有人把我给救出来，而且那么多人追着我，我腿瘸成这样，他们愣是追不到我。你不觉得有蹊跷吗？确实有点蹊跷。你好好养伤，这事儿我跟大人汇报一下再说。你等会儿，那糟八脸让我问你，我姐夫是怎么死的？算了，你走吧，回来再说吧。给我走！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儿！这儿，还有这个，走走走走，快点儿走！赶紧的！走！张继之，好眼力，正是张继之。谁道官居了落甚啊？许多风月诗满囊。哎呀呀，这张继之不但是诗好，这字可真是一绝呀！哎呀，四海兄啊，你这礼物可贵重啊！但这礼下与人，必有所求吧？李大人明察秋毫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坐坐坐。这犬子小海呀，您也知道，生性顽劣，太淘气，这不在东昌府那儿惹了点祸。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，能不能把东昌府那个事儿？四海兄啊，您不来找我，我还正想去找您呢。这令公子可是太可以了，放着地上的祸不惹，偏惹天上的。
这东昌府可是刘墉的属地呀。这小海不知道，您不会不清楚吧？这被刘墉盯上的人，有哪一个有好的呀？是，这孩子惹的祸确实是大了一点，怪我管教无方。可我就这么一个独苗，我也没法子。所以李大人，请您千万一定要帮这个忙。四海兄啊，救子心切，可以理解。可您就用这一幅画？不会就那个。您还需要什么？需要多少银子？您尽管开口。好，那我也就不再兜圈子了，就4个字：金银珠宝。开仓放粮。啊？开仓放粮使不得。那仓里到底什么情况？您和我心里都清楚。万一上边追查下来，我们舍命不舍财呀！开仓放粮使不得。一夜之间，东昌府6条人命，啊！你以为这罪名小得了吗？可这跟开仓放粮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实不相瞒呢，四海兄，连东昌府的捕快已经来到我临清州府内了。虽然提前没跟我打过招呼，这从礼数上是有所欠缺。可是人家是执行公务，也是名正言顺的。还有，刘墉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一旦刘墉进入咱临清州的城地，见着恶殍遍野，到时候大家伙日子可都不好过了。别说你个四海粮行，就是本官这个位置，恐怕都难保啊！大人，您说的对。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呀！只要你肯开仓放粮，那解决我临清州眼下燃眉之急。明白，我开仓。那就快去办吧，但我把丑话说头里啊！平脉，且不可弄虚作假。大人，那我儿子小海一进城我就给保护起来了。啊？但是6条人命，案子在身，这事儿可难办呐。是啊，可您说这往后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？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抓人来了。这要在以前呢，虽然罪过不小，但是咱也能想办法，无非就是多花点银子嘛。可这次可是东昌府的刘墉啊，他是什么人？相信四海兄也有所耳闻了。还请大人指一条明路。我说你听啊，上交刘墉。那哪儿成啊？把孩子交给刘墉，那不是把头伸出去让人砍吗？恰恰相反。怎么？来，四海兄，你想啊这事儿啊？刘墉眼下已经知道此事，他一定会追查到底，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否则他能放手吗？而我们现在呢，把孩子送过去认个错，本官还能从中斡旋。虽然是6条人命，案子不小，但我相信小海这孩子绝非出于本意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孩子怎么会就……不是，那孩子现在在哪儿呢？就在后院歇着呢。那我去看看他去。怎么着，四海兄，还不放心我怎么样？
那倒不是，我是说，您看这孩子在您这儿给您添这么多麻烦，我把他领回家去吧。那大白天的啊，招摇过市。你是想把他送给刘墉派来的捕快吗？放心好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给你送回去。哎呦，还得说是李大人想得太周全了。哼，那就不废话了，赶紧回去开仓放粮，平脉平脉。哎，告辞。告辞告辞。大人，刘墉已经在城外找了一家民宅住下了。给我盯紧了。